老子是道家代表人物，他提出清静无为的思想，对于战国时期这个纷乱时局实在起了中和作用。老子撰写的《道德经》一书充满了智慧，更深深影响着中国2000多年历史的发展。直到今天，老子的思想仍然渗透在我们的生活之中，他洗涤了不少迷惘的心灵。《纽约时报》更将老子列为古今10大作家之首。自古以来，一般的教诲都是：人要表现坚强，不可柔弱；人要表现聪明，不要愚鲁。不过，中国历史上却出现一位老子，他与众不同。人要表现柔弱，不要刚强；人要表现愚鲁，不要聪明；人要无为、无我、无欲，居下，清虚自然。啊？一般人都认为刚强好啊。刚强的就容易折断，柔弱的能够保存。比如说，你身上什么最硬，什么最软呢？牙齿最硬，舌头最软。你看到了我这个年纪，牙齿全都脱落了，舌头却完好无恙。大树比小草刚强吧？是啊，没错。台风来的时候，大树经常被连根拔起，小草却完好无恙。风无形无理，却能够拔屋倒树；水可方可圆，却能够怀山壤林。这不说明了刚强的未必是强，而柔弱才是真正的强吗？一般人都认为聪明好，但是一个智者应该表现愚鲁，因为大智若愚嘛。大富翁通常深藏不露。我没有多少财富了。反之，一个双手戴满金戒指，嘴装金牙，脖子上挂金项链的人，家里可能是空空如也。只是个外表装阔的家伙。如果想有所成就，一定要把全部的智力和精力集中在一点，而在其他方面做一个愚者就行了。请问你是不是诗书画样样都行？对不起，我呢就只懂得下棋，其他的方面我就不行了。我就不一样，我诗书画都有研究的。你最精的是什么？啊，什么都不精哦。其实他是围棋的第一高手啊。我只是皮毛之见，什么只懂一点点。人不能处处装聪明，要样样皆能，路路皆通，结果变成肤浅无知，路路不通。老子认为柔弱就能谦厚不争，愚鲁就能够气华取实，一切依循自然。一般人只能看到事物的表面，而老子却能看到里面。一般人只能看到事物的正面，而老子却能看到反面。锋利的，不错，可是这一面却是钝的。老子的思想恢宏有容，可大可久，能处顺境，也能处逆境，虽遇挫折打击，也能承受，还能迂曲转进。老子反对物欲，讲求精神生活；反对人为，讲求效法自然，重视精神生活，以精神来意识物质。
2700多年前，世界上几个古老的文明国家都呈现了极为灿烂的文化。一些杰出的学者和思想家纷纷产生。在希腊，有大哲学家泰勒斯和赫拉克利特斯；在印度，则有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；而中国实为东周末年、春秋战国之际，更是人才辈出，百家争鸣，农儒法阴阳明道纵横杂墨，其中以儒道墨法四家影响最大。而道家学派的创始人便是老子。老子姓李，名耳，字丹，于西周末年武丁朝庚辰2月25日卯时，诞生于楚国苦县万乡曲仁里。周武王为西伯时，召他做守藏室的史官。借这2本书，请在这里登记。在这里，他更潜心于书籍之中，学习见往知来的历史，使他对人世有更深切的体会。就这样，老子的智慧一天一天地增长起来。大教育家孔子来访，你们先把路打扫干净，我去迎接他。于是，老子亲自到郊外迎接。孔子也依照当时的礼节，从自己的车上下来，捧着作为见面礼的大雁送给老子。孔子在洛阳住了几天，并向老子请教了很多的事情。谢谢先生教诲，我受益良多，告辞了。那么我就送给你2句话，作为临别的礼物吧。第一，你所钻研的多半是古人的东西，可是古人死了，连骨头都烂了，只是剩下那么几句话，你不能把那些话看得太死。第二，有极高道德的人都是很朴实的，你应该去掉骄傲、贪恋，去掉一些架子、妄想，这对你是有好处的。孔子怀着感激的心情离开了洛阳，回到鲁国后，常常赞美老子。鱼，我知道它会游水；鸟，我知道它会飞；兽，我知道它会走。但是龙，它在云端，在天上，无法琢磨，深不可测。李丹就像是龙一样。周昭王23年，老子看到周氏逐渐衰微，便离开洛阳，西出函谷关。我是这里的守官，我叫尹喜，我也很喜欢道术的。先生，你既然要出关隐居，可不可以帮我写点道理，等我可以依循来处事，不用我胡乱行事吗？于是，老子就写了一本书，分为上下篇，共有5000多字。老子写好之后就出关走了，从此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。他写的那本书就是《道德经》。道是老子哲学上的一个中心观念，在老子的《道德经》上，它有几种含义。第一，构成世界的本体；第二，创造宇宙的原动力；第三，
促使万物运行的规律。第四，作为人类行为的准则。本章所说的道，是指一切的事物存在的根源，是自然界中最初的发动者。它具有无限的潜在力和创造力。天地间万物蓬勃的生长，都是道的潜藏力不断发挥的一种表现。老子在出关之前，曾经担任过周代藏书室史官一职，这正影响了他的学说产生。因为作为守藏室史官，不但有机会阅读大量官府藏书典籍，从中吸取丰富知识。此外，老子身为周氏史官，除了掌管书籍收藏及记录历史之外，也需监理天文、地理、占卦、卜签之事。故此，史官都熟知占卜与阴阳学说，因而能够启发到史官从天道天命去看世道和人道，因而成就了老子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的天人合一思想。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。无名天地之始，有名万物之母。故常无，欲以观其妙；常有，欲以观其教。此两者，同出而异名，同谓之玄。玄之又玄，众妙之门。道是这样，如此这般的。这样啊，我懂了。错了，不是这样。道如果可以说得明白，解释得清楚，那就不是道了。道包含万物之理，没有形状，没有声音，没有实体，而且永恒不变。这个道理不是用语言文字所能解说得明白的。这个包含万物的叫什么道理？不行，它是无名的，这也是没办法给它加上一个名称来称谓的。因为你称它甲，它就不是乙；称它为白，它就不是黑了。要了解大道，不能执着语言、文字和名称，完全要靠心灵去领悟，否则就会误入歧途了。明白这个道理之后，就可以谈谈天地万物创生的情形了。哇，好棒啊！快点说啊！天地开始的时候，没有实物，没有形象，这种情形可以称之为无。无就是道的本体，宇宙的本源。当道一产生创生的作用，万物就随之而生，可称之为有。这有就是道的作用。所以，当想到天地的本源是无，就可以了解道的本体精微奥妙。想到万物的根源是有，就可以了解道的作用广大无边。无和有，一个是道的本体，一个是道的作用。可以说